六，我今天第一句话可能有点伤人，你先做个心理准备。这个开场我一点都不喜欢。你在中国听到的那句“你中文说的真好”，有一大半其实不是在夸你。小月，你知不知道我这2年就是靠这句话活下来的？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，那它是什么？如果不是夸我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句招呼。招呼。对，跟吃了吗？上班去啊，这么早啊？是一个家族的。可是他们说的时候表情是真的很惊讶。惊讶是真的，夸不一定是。你回想一下，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才说了几个字？让我想想，上个星期我去修手机，我只说了一句我的手机开不了机，然后呢？那个师傅马上抬头说：哇，你中文说的真好。8个字，8个字。这就是我说的，基本上不超过10个字，那句夸奖就已经出来了。小月，我现在有点难受。先别难受，你听我说完它的用处。这句话在中文里有3个任务。3个任务。第一个，他是在给你递台阶，他不知道你中文什么水平，先夸一句，你就不紧张了。这个我承认，每次被这么一说，我确实会放松一点。第二个，他是在表态，表什么态？表示我愿意跟你说中文，我不打算切成英文。这个我从来没想过。你想想，如果他不想跟你说中文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直接说 hello，然后开始用英文。对，所以那句你中文说的真好，其实是一张入场券。入场券，这个说法我喜欢。第3个任务，他在填空。填什么空2个不认识的人站在那儿，总得有人先开口，夸一句是最安全的开场。小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想到英文里也有一句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你说，How are you？ 哈哈，我就等你说这句。在英国，没有人真的想知道你好不好，你只要说 I'm fine，然后各走各的。一样的，它不是一个问题，是一个动作。所以你中文说的真好，也不是一个评价，是一个动作。你今天进步很快。等一下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夸我？是，而且是笼统的那种，你先记着，等会儿我们要用它当反面教材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那问题来了，我怎么知道哪一次是真的？我给你4条判断标准，很好用，你记一下。等我拿本子。第1条，看这句话出现在第几句。第几句？你说了8个字，他就夸你，那是招呼。你们已经聊了20分钟，他忽然停下来说，你中文真的很好，那才是真的。因为聊了20分钟，他手里有足够的信息了。对，夸奖出现的越晚，含金量越高。含金量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里面有多少毫真东西。这个词现在特别常用，比如这个讲的含金量很高。明白了。第2条呢？第2条，看他夸的笼统还是具体。笼统我知道，就是很大很空的那种。笼统就是你中文说的真好，具体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道士用的特别地道。哇，如果有人这样夸我，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。为什么这一句这么有分量？因为他必须真的在听我说话才说得出来。完全正确。笼统的夸奖谁都能给，具体的夸奖是有成本的。有成本，这3个字我懂了。第3条最重要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看他夸完之后做了什么。做了什么？如果他夸完你，马上切回英文，那句夸奖其实是一句告别。等一下，这个太狠了。哼，但是准。他的意思是，行了，我们别为难对方了。那反过来呢？如果他夸完你，接着用中文跟你说了一句更难的，那才是真的。所以真正的夸奖不在那句夸奖里，在下一句。在下一句。小月，这句话我要写在本子的第1页。第4条，看当时旁边有没有别人。人多的时候就不算数吗？不是不算数，是掺了别的东西。当另一群人夸你，他同时也在照顾场面。所以那种夸奖里有一部分是给别人看的。对，单独跟你说的那种成分最纯。小月，我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。你问。有没有一种夸奖其实是在说我不好？有，而且不少。
这一段你必须学，不然你会被夸得很开心，然后事情就黄了。黄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事情没办成，谈崩了，这个项目黄了，就是没做成。明白。那你给我举例子。开会的时候你提了一个方案，领导听完说，你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。这不是好话吗？如果他说完就转头看下一个人，那就不是好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我不同意，但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说你错。天啊，这个我100%听不出来。再给你几句，你还挺敢说的。这个听起来像佩服。也可能是你说话不看场合。我需要坐下。你已经坐着了。再来一句，你很有个性。这句是不是你不合群？你学得真快。还有最经典的一句，你今天挺精神的。这句怎么了？这句我天天说啊。如果对方是盯着你的脸说的，那可能是你今天气色不太好，我不好意思直说。小月，我要回去把这2年听过的夸奖全部重新想一遍。别急着想，先记一条规律。什么规律？在中文里，越模糊的夸奖，越可能装着别的东西。模糊等于话没说完。对，真心想夸你的人会给你细节。好，那我们反过来，别人夸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回？我现在只会说谢谢。说谢谢没错，但是只有一个谢谢会有点空。我给你3档，你按场合挑。3档。第一档，最安全的老3样，哪里过奖了，还差得远呢。这3个我听过100次了。这是万能的挡箭牌，任何场合都不会出错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点老，也有点距离。30岁以下的人平时聊天已经很少这样说了。那年轻人说什么？第二档，接住，再加一点真诚，比如，真的吗？谢谢，我最近确实在练。这个我会说。还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更有信心了。或者，我还在学，你别笑话我。这些听起来舒服多了。因为他们没有否认对方，这是关键。否认对方？我没有啊。你听我说个规则，中文里的谦虚一次就够了。1次。对方夸你，你说哪里，这是第1次，很正常。他再夸一句，你还说不好，我真的很差。第2次就有问题。第2次就开始尴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等于在说你不会看，你的眼光有问题啊！我把他也一起否定了。对，所以规则很简单，谦虚1次，第2次接住。谦虚1次，第2次接住，这条太实用了。第3档是高手打法，接住，然后把球踢回去。怎么踢？哪有，跟你比差远了。或者还是你们教的好，再或者我这是跟你学的。这3句都在夸对方。对，你把一个夸奖变成了一来一回。我发现你们中国人聊天特别喜欢来回。因为一个人接不住，2个人才叫聊天。等一下，那反过来的情况呢？什么反过来？我夸了一个中国人，他说哪里，然后呢？然后你怎么办？我一般就是笑一下，然后就没话了。那就冷场了，你还要再推一次。再推一次。对，他说哪里，你就说真的，我不是客气，我刚才是认真看了的。我不是客气，这5个字是重点。非常重点，因为他刚才就是把你的话当成客气了。所以我得告诉他，这一次是真的。对，夸奖也要推2次，跟让座、送礼是一个道理，都是一来一回。小月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你说？我上个月夸一个学生的妈妈，我说你女儿钢琴弹得真好。他怎么回？他马上说哪有，她笨得很，天天偷懒。太经典了。可是那个女孩就站在旁边啊，我当时特别替她难过。这个我承认，是我们文化里比较伤人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们自己也知道她伤人。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了，但是你要先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中国，评价自己人是有讲究的，夸自己的孩子差不多等于夸自己。哦，所以他是在躲开自夸。对，他不是真的觉得女儿笨，他是在把评价权留给你。留给我。他先把话说得很低，就等着你往上抬。等着我说。哪里？我看他比我们家那个强多了。你完全说对了，
这是一个双人游戏，一个人往下压，一个人往上抬。那我最不该说什么？你千万别揭示啊，他是有点懒，那就完了。那就彻底完了。而且那个妈妈会记很久。那我该怎么抬？往上抬，而且要抬具体的。比如能坐得住练这么久，这一点就很难得了。夸的是努力。夸努力比夸天分安全100倍，这个我们等下专门说。那我们现在就说吧，我想夸中国人，到底怎么夸才有效？这一段最值得讲，很多外国朋友是一片好心，可是夸得让人不舒服。我肯定犯过错，你直说。第一条，夸具体，别夸笼统。这个刚才说过了。刚才是用来判断别人，这次是自己用。你对一个人说你真好看，他心里可能觉得你在客套。那我该说什么？你说你这件外套的颜色特别衬你，衬就是配得上，很合适。人和颜色互相加分，叫衬。这个词好用，差别真大。第二条，夸努力，别夸天分。为什么？夸天分不是更高的评价吗？在中国不一定，你说一个人有天分，差不多等于说他没花什么力气。哦，那反而把他的功劳减少了。对，你要是说你肯定练了很久，他会觉得你看见他了。看见他了，这个说法真好。第三条，不太熟的人，夸东西比夸人安全。夸东西？夸他家的菜，他的猫，他店里的灯，他孩子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不熟的人来说，夸人太直接，会给对方压力。那第四条呢？第四条要分辈分，年轻人夸长辈，最好夸得像请教。像请教是什么意思？你别说阿姨，您做菜真厉害。那说什么？你说，阿姨，您这个红烧肉是怎么做的？我在家做过3次都不成。这是把夸奖藏在问题里。对，长辈会特别高兴，因为你给了他一个讲的机会。这个我要用在我奶奶身上。你奶奶会讲1个小时，我愿意听1个小时。那有没有禁区？有，而且要背下来。第一，不要夸胖瘦。可是我听过中国人自己说你瘦了啊。熟人之间可以，还得看关系有多好。你一个刚认识的人说你瘦了好多，对方心里会想，你上次见我是什么样子？有道理。第二，不要问年龄，也不要夸年龄。连夸都不行。你说阿姨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0岁，前半句是夸，后半句就把年龄说出来了。懂了，别把数字带进去。第三，别夸价钱。价钱？别说你这个包很贵吧，你这房子得不少钱吧。这个在英国也很不礼貌。那这一条你不用学，你本来就会。小月，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夸法？有最高级的夸奖，不是当着他的面说的。不当面说，那怎么夸？你跟第3个人说，然后让他自己传到他耳朵里。等一下，这在中国很常见吗？非常常见。你当面夸一个人，他会觉得你可能在客气。可是背后夸的话传回去，他就知道你是真心的。因为背后你没有必要客气。这个太厉害了。所以在中国最重的一句夸奖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。对，所以你以后想让一个人高兴，你就跟他的同事说，跟他的朋友说。我今天学到了一个新技能。这个技能有点心机，但是很暖。小月，我们来演一下吧，我怕光听记不住。好，我给你3个场景。第一个，你第一次见一个客户，握完手，他说你中文说的真好。我先用判句，这是第一句话。所以是招呼，不是考试。非常好，那你怎么回？谢谢，我还在学。您普通话很标准，我一下就听懂了。满分。你回夸了他，而且夸的是具体的东西。第二个场景，朋友请你去他家吃饭，做了一桌菜，你要夸。我以前会说，哇，太好吃了，你太厉害了。不错，但是太轻，你加一个具体的。那我说，这个鱼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句话之后，他会讲20分钟。他会讲到我想回家，但是他会记住你1年。第3个场景难一点，同事拿了一个方案给你看，你觉得一般。这个我最怕。
先给一个真的优点，再用问题的方式提意见。你这个开头很抓人，我很喜欢。中间这一段的顺序，我有点跟不上，是不是可以往前挪一挪？ Leo，你已经会说中国话了。小月，这好像不是中文的问题，这是做人的问题。在中文里，这两个字经常是同一件事。小月，我可以说一件憋了很久的事吗？说吧。我在杭州快2年了，我现在做梦都是中文呢。我知道。可是我去买菜、去理发、去银行，还是有人跟我说你中文说的真好。你不高兴，我说不上不高兴，就是有点累。因为他每一次都在提醒你一件事。对，他在提醒我，我还是一个客人。这句话我懂，夸你的人一点恶意都没有。可是那句话里有一条线，线的那一边是你们，这一边是我。对，而且越是你中文好，这句话越刺人。为什么？刚学3个月的人被夸，他会开心；学了2年的人被夸，他会想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被夸？小月，你说的比我自己说的还准。因为我也被划过那条线。你是杭州人啊？我第一次去广东，用粤语点菜，人家夸我说的真好。第二次呢？第2次我说的好多了，还是那一句，所以那条线一直在。一直在。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2件事。你说。第一件，那句话有多重，不由说的人决定，由你决定。由我决定。你把它当成考试，它就是考试；你把它当成你好，它就只是你好。那第二件呢？第2件，你可以用一个玩笑把那条线擦掉。怎么擦？他说你中文说的真好，你笑一下，说谢谢。你普通话也挺标准的。这个真的可以说吗？年轻人之间完全可以，对方一定会笑出来。你们俩一笑，那条线就没了。那对长辈呢？长辈就别用了，老老实实说哪里，还在学。懂了，要分人。Leo，我也讲一件我自己的事，正好是反面。反面？我刚才教你怎么识破客套，可是我自己错过一次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我店里有一个客人，几乎每个星期都来，每次都说你这个蛋糕真好吃。你觉得他在客套？我觉得他是客气，因为他每次说的都一模一样，一个字都不换。太笼统了。非常笼统，所以我每次都笑一笑说谢谢，从来没多问过一句。然后呢？有一天他带了6个人进来说，我朋友的生日蛋糕我要在这里订。哇，他还跟他朋友说，我找了半年，这一家最好。他是真的？他是真的，而且真了半年，我一次都没接住。小月，这个故事有点扎心，所以我今天必须补一句，不然我就把你叫偏了。你说。话是很便宜的，行动很贵。你分不清一句话的时候，就往后看。往后看什么？看他有没有再来，有没有带人来，有没有记住你的名字。所以从一句夸奖里看不出真假，从行为里可以。而且这一条不只是中文的规矩。说到这个，我发现现在网上的夸奖越来越夸张了。你也发现了？我一个学生作业写得好，我在群里说了句很棒，家长回了我8个绝了。还有我哭了，这也太顶了。这些词按字面看多到极限了，可是实际上他们大概等于点了个头。所以词越大，分量越轻。这个跟钱一样，钱印多了就不值钱，夸奖说多了也一样。那还剩下什么是有分量的？3样。第一，具体的，因为具体说明他真的看了。第二，花了力气的。花力气怎么算？他专门跑一趟来跟你说，专门发一条很长的，或者专门当着别人的面说。第三呢？第三，隔了很久还提起来的。哦，过了半年他还记得。那就不是夸奖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一直放在心里。这个比100个绝了都重。所以你以后夸人也用这3条，别用大词，用细节。小月，我帮你收一下今天的东西。你来。第一，你中文说的真好，多数时候是招呼，不是成绩单。第二， 4条判句出现在第几句？笼统还是具体？夸完他做了什么？旁边有没有别人？第三，被夸的时候，谦虚一次就够，
第二次要接住。第四，夸别人要夸具体，夸努力，夸东西，别碰胖瘦、年龄和价钱。最后一条。话很便宜，行动很贵，看他有没有再来。Leo，怎么了？我不打算夸你今天总结的好。为什么？我讲的很好啊。因为按你自己说的，最高级的夸奖不在嘴上，再下一句。那你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个星期三，我店里要是一款新的桂花酒酿蛋糕，配方我还没定，你来帮我尝一尝。小月，怎么了？你这句话里一个字都没有在夸我。一个字都没有。可是我现在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没有夸你中文好，我直接跟你说了下一句，而且是一句不容易的中文。桂花酒酿，你要是听懂了，那才叫毕业。我听懂了，而且我下个星期三一定到。那今天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被人夸过中文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是问你当时高不高兴？问什么？那个人后来还继续跟你说中文了吗？这个问题比你学了多久更值得回答。写在下面，我一条一条看。下期我们店里见。以后再有人夸你中文好，你别忙着谦虚，先等他的下一句。